沈小姐即刻向右老介绍说，这位是陈医生，春间某人的毛病就是陈医生看好的。于右老接着就问，是中医还是西医？沈小姐回答说，是中医。右老点头说，对，我的病非看中医不可。一面说，一面就伸出手来让我诊脉。我诊脉之后，觉得他的热度极高，病态属于湿温伤寒的一型。我告诉右老说，这个症候我怀疑是某一种病，要想验一验血，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病情。右老接着说，你是不是疑心我生了伤寒症？我微微点头。他说，你的诊断是对的，因为前3天在南京中央医院，他们替我验过血，说我的白血球比数不对，是伤寒症的开始。我一听到伤寒2字，就想到这种病非中医看不可，所以不顾一切，私自由南京坐火车到上海，情愿睡在沈七妹家里，请中医来诊治。接着补充一句话，说七妹是我师沈齐全太史公的女公子。他说完这些话，我再详细追问病历，所说都相吻合，他就对沈小姐说，这位陈医生很有道理。我在处方之后就离开沈小姐的香闺，回家，家中早已席中人散了。次晨6时，电话铃声大响，接听之下，原来是沈小姐的电话。她说，昨晚右老上半夜睡得不好，还有些抑郁，下半夜睡得很熟，现在刚醒，量热度退了1度多，能请你上午来出诊吗？我接着就说，这个病宜在上午服药，那么下午热度不会高扬，我立刻就来。沈小姐说，好极，好极。片刻之间，又见到了右老。我诊查他的病情，果然觉得是轻松了好多。如是者连续诊治，才把热度退清。每天都是早晚去2次，他的病势也就一天一天的平静下来，直到15天之后，才病退身安。右老病愈之年55岁，是民国22年1933 11月间的事情。主查论字，博古正今于右老病愈之后，他对我的印象很好。一天早晨我去探望他，他在书房中等我。他说，今天大概可以不吃药了吧？我说，要是不要吃了，该用一些西洋参、金石斛之类的营养品煮水代茶。于右老喜欢亲自操作，自己煮茶，我们一面饮茶，一面轻谈。他问我的学历，我一一相告。他就在书桌上拿出一张我写的药方来说，你的字写得不差，证明你智慧有余。他说罢这句话后，并不再说下去。我接着说，我自己知道功力不足。他笑着说，对了对了。他就问我临的是什么碑帖，我说，真是浅薄得很，初是临张猛龙碑，因为不适于日常应用，后来就专习赵孟帖，所以只能说是粗枝写字，谈不上什么功力。我再告诉他，学校中练习书法的时间太少了，后来为了抱定宗旨，以行医为业，便于处方起见，就改习赵字。在学医时代，随从名师6、7人，一味研究方药，所以习字的时间也得不到了。他说，这也是事实，不过将来你要寻消遣的话，写字是最快乐的事。我观察于右老写字时的神态，全神贯注，不论写的是大件或小件，总是笔飞墨舞，一气呵成。写罢了一件，又和我谈话。我问他，在民国20年1931以前见到右老写的字都有魏碑的气息，而兼有言字柳字的风韵，我最是钦佩。
我买过中正书局出版的科罗版印的《于右任墨宝》，内容有吴昌硕墓志、宋教仁墓志、集诗、联等，这种书体应该称什么？他说，这叫做真书，我写的并不好，民国20年后我就改写行书。我心里正在暗暗地想，行书远不及他所谓真书的大气磅礴，但是尚未出自于口，不料于右老又说，我恨不得把以前写的东西都收回来重写，而且还要变一个体，改写草书，那么写出来活泼飘逸，更能传神了。他又说，还有一个计划，中国字笔画太多，浪费时间，正想创立一种标准草书，现在正在研究和创造之中，首先根据怀素的字来变体。讲到这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他说，这一回我的病，幸亏你为我治愈，我非常感激，但是我生平没有钱，年轻时以教书为生，现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，所有办公费、机密费一概不受，所得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，到东到西，袋里从不带钱，身上只有一个搭连袋，别人是放银子的，我的搭连袋只放2颗图章，参加任何文酒之会，或者有人馈赠文物，我别无常物为报，只好当场挥毫盖上2个印就算了。这一次你为我诊视了很久，我预备写一本怀素体的千字文答谢你。我毫不谦逊地表示接受。我说，右老是国家之宝，你能送我一本千字文是一种殊荣，比送诊费贵重得多。他听了就仰天大笑，极为得意。我看他笑容和美然的漂浮，真像一幅高士隐逸图。他说，写字是他终身的嗜好，只有在民国4年1915经济情况最困难时，订过一张御字的润历，但当时来求书的人很少。第1个月朋友捧场卖了30多件，第2个月卖了3、5件，第3个月只卖了1件，第4个月起干脆把润格取消了。有人欢喜他的字，即所即写，绝不受人1文钱。所以要想求他墨宝的人，首先要找到他的踪迹，见到他正在写字时，只要展开白纸，他就一挥而就，10年如1日，分文不取的。他每天写字的时间都在清晨，大概写1小时至3小时。